上集講到，我由香港飛到紐西蘭啊，去咗維都毛嘅螢火蟲洞啊、毛利人文化村、間歇地熱噴泉啊，同埋魔界電影場景嘅哈比人村啊，未睇嘅朋友記得要睇返啊！呢條片開始之前啊，記得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埋我 IG 同 Facebook 啊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我嘅影片啊，咁就功德無量啦！第4日嘅行程開始啦！早上喺酒店啊食完個早餐，出發去 Rotorua 機場，準備飛去南島嘅 Christchurch 基督城啊！因為時間尚早啊，導遊帶我哋去咗羅托魯亞湖行下，舒緩下我哋嘅身心靈啊！我哋沿住湖邊啊鋪設嘅木板路啊，一路行一路去欣賞湖景啊，影下相，打下雀，唔使追趕人生，放慢腳步，用心感受呢一刻眼前嘅美景啊，活在當下，將所有煩惱都拋諸腦後啦。到咗機場啦，而家咧我就喺呢個 Rotorua 嘅機場咧，就坐內陸機咧就落去呢個南島啊，去 Christchurch 啊，而家上機啦。由 Rotorua 飛到 Christchurch 基督城啊，大概2小時咧就到㗎啦。到咗基督城嘅機場啊，大概半個鐘咧就到市中心啦。嚟到 Christchurch 嘅紙板教堂啊，喺2011年2月，基督城發生咗大地震，原本嘅大教堂嚴重損毀，災後就建造咗呢一間紙板教堂作為過渡之用啊。呢間紙板教堂由日本建築大師坂茂設計。教堂嘅外形簡潔而帶有現代感啊 ！A 字形嘅天花用咗96支，每支重1100磅嘅紙筒而建成啊！望上去都幾宏偉啊！紙筒與紙筒之間有罅隙，令光線可以穿透入教堂。後面就係3個彩繪玻璃，而喺呢個教堂裏邊啊，會見到其他物件咧都係用紙筒去做嘅，例如呢一個演講台。想影得呢個教堂宏偉啲啊，最緊要係用一支超廣角鏡，又或者你用手機影相咧，可以試下用0.5或者0.6倍嘅鏡頭去影，低炒咁影上去啊，影出嚟先有震撼嘅感覺啊！嚟到呢個舊教堂咧，咁而家咧就復修緊啦。咁我好多年前咧嚟過紐西蘭嘅，當其時咧呢個教堂咧係未冧嘅，同埋而家咧就見到多咗好多新嘅建築物啦，唔同晒，真係有啲感慨。睇返以前拍嘅片啊，同埋相啊，真係冇諗過之後會有咁大嘅轉變啊！當時我攞住部菲林相機同埋部 DV 機啊，冇乜太多思考㗎咋，見到乜就影乜。今日咧先可以睇返呢啲回憶，雖然唔係啲乜嘢驚世傑作，對我嚟講，保留回憶先係攝影嘅真正意義。嚟到追憶橋，呢度係紀念1戰同埋2戰陣亡嘅軍人。穿過追憶橋呢一道拱門啊，直行啊，會去到購物中心啊，中意 shopping 嘅朋友就啱晒啦。而家咧我就去行翻我以前啊去過嘅地方啊，其實都有啲印象，不過真係好耐啊。嚟到 Christchurch 都有好多舊嘅建築物俾我哋影啊！
喺基督城市內行下，例如呢一個藝術中心啊，係哥德式風格嘅古建築物啊，嚟呢度參觀下、影下相都幾寫意㗎。藝術中心對面呢，就係基督城植物園啊，入面好大，真係鳥語花香啊，仲有好多過百年嘅樹木啊，入去行下真係幾 relax 㗎。嚟到紐西蘭咧有樣好噶，就係咧可以早啲瞓，因為夜晚啊行出街咧基本上都冇鋪頭開嘅，好正啊！早啲休息，咁聽日咧就要好早起身啦。第5日行程開始啦！而家去到南極探險中心啊！一嚟到都未入去過中心啊，導遊就安排咗我哋坐呢個南極嘅極地探險車啊，俾我哋 warm up 下，提升我哋嘅腎上腺素先。嗱，如果大肚啦，或者有腰痛啦、腰背痛啦，或者係已經係傷咗啲骨咧，就唔適合玩啦。有冇咁得人驚啊？腰痛又話唔玩得。如果玩過咁多年過山車之類嘅機動遊戲啊，當時我估計啊呢一部極地探險車都係一般貨色，用嚟壓時間啫嘛。他會出發之前，他會問一下 everything OK， 你就給他豎個拇指就好了。如果有任何的問題，你想讓他停車的話，這個重任交給您。這邊幾鑊嘛？對。工作人員再三提醒我哋啊，要捉緊個扶手啊，同埋要扣好安全帶啊。安全帶保持繫上嘅狀態。呢度車門關上呢一刻啊，唔知點解有種無形嘅壓力湧上心頭啊，好想離開啊，但我同自己講，冇理由而家落車咁唔型噶嘛。開車啦，內心哇咗一聲，架車咁快嘅，心情開始緊張啊！但成車都係團友，而最後生嗰個係我啊，冇理由咁失威噶嘛！始終我都係一個有少少偶包嘅 YouTuber 啊！雖然成團人都冇人識我，但我都要管理好我個表情啊嘛，盡量表現到內心嗰種平靜啊！大部分嘅路段都好蹬啊，嗰種蹬法啊係個 pat pat 好似冇坐落張凳咁樣啊！好彩平時有踎下腿啊，個 pat pat 先頂到下咋。仲有啊！上次啊，唔係落車嘛？突然間架車高速上斜路啊，好似要飛越長江咁啊！落地嗰下，我終於頂唔順要嗌出嚟啦，抒發我內心一直抑壓着嘅空虛同埋無奈啊！好爽啊！成個人當堂開朗晒啊，青春都翻晒嚟啊！年長嘅團友啊，佢哋都未驚啊，仲好開心添啊！我又點可以驚呢？恐懼好多時都係自己想象嘅，做人做事都應該有啲冒險精神啊！一定可以衝出困境。終於入去裏面啦，導賞員同我哋講解成個南極啊，例如有邊個國家設有研究中心啦，一個點去另一個點啊，要揸幾多日車先可以去到啦，同埋原來去南極嘅旅客啊，都只係去到南極洲邊緣嘅一個半島啊，真係長知識啊！本來都有好多關於南極嘅資訊同埋展品啊，可以令我哋更了解南極啊，仲可以同雪橇犬影下相、打下卡添。來聽我說，他們呢都非常的友好，大家可以去摸它，和他們拍拍照。Hello， 哇，好靚仔啊！介紹翻我個 friend Miska。嚟到南極風暴體驗館，而家咧入去咧裏邊感受下。零下18度嘅感覺啊，都凍啊！而家係零下5度啊，咁啊話如果有一間模擬嗰個風暴嘅時候咧，係去到零下18度啊，咁俾我哋 feel 下感覺勁唔勁啊！風暴開始之前咧，大家影下相、打下卡，睇下佢哋幾開心，我都要打卡。哇！開始嚟啦，開始風暴嚟啦，好勁啊！好似〜
啊！而家真係好凍啊，唔係講笑啊！定啊13度，哇！吹埋嚟啲風咧赤嘅，而家個手赤到爆啊！哇！我對眼鏡蒙晒嚟㗎。好，来，我们不好意思的，站在边上的 public 让出一条路啊。好凍啊！嚟呢度當然有企鵝睇啦，呢度嘅企鵝都係曾經受過傷啊，喺野外拯救翻嚟嘅，亦都被獸醫診斷啦，唔再適合啊翻去大自然生活而留低嘅。而家咧就入去睇呢個 4D 電影啊，去體驗下南極嘅生活啊！而家睇個 4D 電影，所以戴翻對 4D 眼鏡啊，好 4D 啊！哇！劈屎喺度喎！今日一到就帶我哋嚟呢一個咧南極嘅探險中心啊！我仲諗住留樓地添，點知原來咧係咁正同埋咁多嘢睇嘅。最正係呢個極地探險車，真係好刺激啊！同埋真係條腰骨冇翻咁上下都頂唔順啊！參觀完南極探險中心啊，食翻個 lunch 啊！呢日食泰北菜。嚟紐西蘭咧，主要係睇自然風景啊嘛，唔同得去日本啊咁多嘢買啊，所以導遊安排我哋去 Farmers Corner 買啲手信啊。而家就係呢個中途站啊，中途站做乜嘢咧？買啲手信翻去香港啊，咁有鯊魚丸啦、滴風膠啦、羊毛嘅成品啊，好多嘢買，我都買少少。呢個廁所就犀利啦，用咗100萬紐元去興建嘅，同埋攞咗獎添啊！呢個廁所咧喺2019年咧榮獲紐西蘭商業建築競賽嘅金獎、最佳價值獎同埋呢一個玻璃設計獎啊！真係唔去都要參觀下啦！為咗親身感受啊呢一個100萬紐元嘅廁所啊，我決定喺呢度做翻件大事啊！入到去我第一時間就想先閂窗簾啊，但係我太過用塵世嘅眼光去用呢一個廁所啦，根本就唔需要窗簾噶。呢個設計係想我哋嘅天地融合、放鬆心情啊，出嚟嘅效果自然會令到身心舒暢。去完呢個咁貴嘅廁所之後呢，我哋咧就要出嚟呢個位置睇下草泥馬啦。咁而家咧就行出呢個花園咧，可以喺前面咧餵下草泥馬噶。估唔到我嚟到紐西蘭啦，喺一間手信鋪嗰度咧，可以見到草泥馬啦，有好多靚嘅植物啦。咁啊，同埋呢度咧後面咧係呢個薰衣草園啊。不過睇嚟啲薰衣草咧就未收成得住啊。犀利啊！我想講呢間手信店真係勁。喺呢個 Farmers Corner 最令我體驗到就係做生意啊，唔係要賺到盡啊，點樣攞到個平衡係好緊要噶。俾多少少服務，地方做好啲，整個靚廁所都係一種好好嘅宣傳手法啊，增加咗購物嘅意欲啊。雖然我喺呢度都跌咗錢，但真係使得開心噶。下集預告，我哋去到風景超靚嘅打卡一流嘅迪加堡湖啊，仲有夜觀星空，去咗掹曲觀賞冰川湖啊，去埋皇后鎮添啊！